嗨，大家好，我是龙哥。今天给大家主要分享怎么在 Hostinger 里面备份、更改标题等基础知识。但是前提是需要小伙伴们首先有已经购买好的主机服务器。购买以后呢，我们就来到它这个首页，点击登录。那我们就来到了 Hostinger 的一个主机的一个后台。那接下来我教大家怎么在我们这个主机里面安装我们的网站，也是非常简单的啊。前面2期视频龙哥也有简单介绍。我们来到 Hostinger 的一个后台里面，我们看到左边这里点击网站，那我们再加个推广网站。这里有几种啊，第一个是 WordPress 灵活定制满足需求，第二个是 Hostinger 建站助手，也就是由人工智能驱动的托放式建站，也就是 AI 建站哦。这个龙哥也有讲解怎么做，大家不知道的小伙伴们可以去仔细看一下啊。第三个就是 PHP HTML 网站，也就是要代码建站啊，这个就不推荐。第四个就是从外部嵌入网站，也就是从其他你现有的网站嵌入 Hostinger 主机里面。那我们就点击一个 WordPress 建站。那这就是来到这个页，创建 WordPress 的账户信息。第一个是语言啊，选择适合我们自己的语言，这是管理员的邮箱啊。你想更换掉这个管理员的邮箱地址，你就输入你想要换的啊。这下面就是一个密码要求了，密码要求也是比较严谨的啊，有6个部分组成，少了一个都不行。那我们就点下一步。那这里是问了你，请问你准备建什么类型的网站？我们就选个博客吧。下一步，这里是有它现有的模板啊，这是标准模板，我们随便选啊，反正这里也可以选从零开始，我们其实这里也可以不用选啊。还有来到这一步，为你的网站添加插件，我们可以跳过啊，什么都不要。那它这里来到一个，你希望用 AI 生成内容吗？我们也是跳过啊。因为后面我们自己要设计一个网站，就不用 AI 帮我们生成了。那来到这里的话，就要选择一个域名了啊。如果说你购买的 Hostinger 1年的域名主机的话， Hostinger 就会免费送你的1年的免费域名啊，你就可以在这里填入你的域名。如果是说你没想好你的域名要怎么取，你也可以先使用临时域名。我这里演示的话就使用临时域名啊，跳过了。你可以后面注册也行。现在 Hostinger 在给我们安装 WordPress 这个程序，安装到我们网站里面，这里可能需要几分钟时间啊，我们要耐心等待一下，马上就好了啊，100%了。那现在它已经安装好了，跳到了我们的一个网站的一个后台，就是这样子的啊。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点击左上角，像有个房子这里，你可以点开站点，按住鼠标的中间，打开一个新窗口。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网站它刚刚帮我们安装进来的，大概样式就是这个样子。没关系啊，后续我会慢慢教大家怎么做网站啊。那如果现在你想回到后台的话，我们可以点一下这个 W， 它也叫仪表盘，点一下，那我们就回到了工作后台啊。如果我们想进入我们的首页，也可以点这个房子这里查看站点，打开新窗口，我们就又可以来到我们刚才这个地方。我们往下面滚动啊，你会看到很多信息，因为有很多主机服务商会预装非常多的插件，就像你买的新的手机或者电脑一样，里面有很多你不需要的应用程序一样的。那其实的话，很多这样的插件是没有必要的啊，它只会让你的网站显得更杂乱，是不是？不过说一些插件还是很重要的啊，它插件的话其实就是一些小程序，可以帮助你实现某些功能。比如说 WordPress 它默认的话它是没有表单联系的，表单插件的话等一下我们再做啊。比如说我们点击页面，等一下的话我们在做联系我们的页面会用到表单的插件，本来它网站是没有的，但是我们可以安装一个免费的插件，那你的网站就有这种功能。再比如你的网站的话，它是不能自动备份，但是如果说我们安装一个插件就可以实现备份的功能啊。但是大部分的情况下，有些插件我们是不需要的，我们就可以帮它删掉。点击这个插件，已安装的全部插件，对吧？这什么 Hostinger AI 像这种我们肯定就不用，什么 Hostinger 工具、快速使用流程，
这些都可以不用啊。那我们就可以点一个全部限流的啊，再点一个禁用，点一下应用，那我们再点一下删除应用 OK， 这叫批量删除啊。但是这个为什么我要留的？刚才我说的有用，因为这最后一个插件它是缓存插件啊，这个插件的话它可以增加我们的网站访问的速度，所以目前的话我们先帮它禁用掉，我们现在是因为用不掉，但我们只是禁用掉它，不用删除掉。当我们的网站做好以后，我们再帮它启用。那其他的刚才那3个我们就不要全部帮它删掉，我们只留这个缓存插件。那我们再点一个仪表盘，那你可以看到这里啊，如果说你还是觉得这里有点乱的话，我们可以点击显示选项卡，把打勾的全部去掉，那全部帮它去掉就可以了，只留下一个欢迎的界面，帮它再隐藏，大概的话就是这样一个效果啊。那为了彻底清理我们的网站，我们还是需要删除一些页面还有文章。比如说我们点一下我们的网站站名，那我们点击左上角这里，我们这里有显示网站的名字，我们再帮它拉到下面底部，看到这里有 Howard， 这个就是网站默认的自带的一些我们不需要的文章啊。所以的话我们把这个不需要的东西删掉，比如说页面，那我们又回到仪表盘，你看一下所有的文章 Howard， 像这种不要的，那我们勾掉，移至回收站，对吧？回收站勾掉，永久删除应用，它就给我们删除了。比如页面，所有页面，那我们用不到，我们就直接帮它移至回收站删除掉。那现在的话，我们的网站基本就清理干净了啊。那到这个时候，我会做一件事情，那就是创建我们网站的一个备份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的话，我们可以随时恢复到一个干净的一个网站，而不用担心后续的修改会破坏我们的网站。这可以让我们更自由进行各种大胆的更改，因为我随时可以恢复到最初的一个网站状态啊。那接下来的话，我们需要一个插件来创建备份啊。首先我们要点击一个插件，安装新插件。那我们要装一个 All-in-One WP 的这个插件啊，比较长。第二个插件的话，是我用过最好的备份插件啊。我们可以看到的话，它的评分差不多快到 7.5 了啊，超过500万的用户了。那我们就点个理解安装，那我们点安装好了，点一个启用，这样它就会被激活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菜单的左边栏多了一个 All-in-One， 我们点击一下它，我们现在需要先帮我们的网站是备份一下，那我们就点击导出，我们点击导出到这里选择文件，那准备导出，它会自动打包我们网站所有的内容，那它已经打包好了，这里我们已经点击一下，这里它就已经在下载了，比如说数据库啊、图片文字啊、所有的设置等等啊，它都已经给我们打包好，我们需做的只需要点击一下它，把这个备份的文件下载到我们需要的电脑上面去，这里已经下载好了哦。那我们保存好了就关闭了啊，这就非常简洁啊。你要做的话，就先把这份初始文件呢一定要保存好。那后面如果说我们有操作错误的话，我们可以随时通过这个文件来进行还原，还原以后呢，网站就可以恢复到干净的状态。那备份的话，有点像我们打游戏中的一个存档啊，确保你的网站不会丢失进度。那我们怎么进行恢复呢？也很简单，比如说我们这里点一下，这里有个导入，我们点一下导入来自文件，把我们刚才保存的文件点进来，它就直接导出来，非常简单啊。导出来以后，它这里就会先进行解压存档，这个时的话我们就不要关闭，这里有个感叹号，我们点个继续，这样就可以了。它会把我们刚才的网站的备份的话导入到我们网站来，让你的网站又恢复到我们最初始的一个状态。 OK， 这里已经完成了啊，这样就可以了。这就是备份的一个流程啊，大家一定要先学习一下。那接下来教一下大家怎么更改我们网站的标题啊。我们点一下设置，点一下常规，在常规里面的话，我们可以来更改我们网站的标题，也就是这个最上面这个，可以直接删掉，比如说龙哥的网站。那这里还有个副标题啊，你们也可以自行有的话可以去改一下。那这下面呢还有2个邮箱地址啊，这个是不要去动它，让它保持默认。
这里面那个管理员电子邮件啊，如果说你想改一下这个电子邮件，你把新的电子邮件填到这里就可以了。这里成员资格这里是任何人啊，我们就不要去更改它。还有这个订阅者也是不要改成这个管理者了。语言的话我们自行去选择适合自己的，还有时区、日期格式这就没关系啊，我们更改好了可以点一下保存更改。那这时候我们刷新到我们的首页，查看站点，我们可以看到啊，上面就是我们刚才设置好的一个标题。那接下来的话我们要安装一个主题，也就是我们网站的模板。主题的话决定了你的网站的设计样式，因为我们能看一下啊，当前的一个网站它使用的是一个默认的主题，看起来非常普通啊，而且几乎的话没有什么设计感。过去的话就不同的行业会有不同的一个主题，比如说设计师用设计师的主题，律师网站用律师风格的一个主题，那搞销售的肯定是用销售类的一个主题，对不对？但是这种方法的话已经过时了啊，现在更流行的是使用一个可以变成任何类型网站的万能主题。那我们要安装的就是这种万能的主题啊。那怎么样安装哪一个主题？那今天教一下大家，我们要进入我们的后台，那我们点击左边的外观，安装主题。这个界面的话你可以看到这个主题叫 ASTRA 啊，如果说你没有看到的话，你可以在这个搜索主题里面直接输入搜索吧，它也会出来啊。那我就是这个紫色的，我们点击一下安装，你预览一下啊，它在安装的时候。那这个网站呢，等一下做好以后呢，大概是什么样子，就是这样的。虽然说有点空啊，但是它只是一个基础的框架，后面我们可以让它变得更漂亮啊。安装好了的话，我们就点一下启用，激活它。我们再回到外观主题，那这里我们已经装好了啊，我们把不要的页面就全部删掉吧，就放大啊，这里选个删除 OK， 这全部帮它删除啊。这之前龙哥也说过，我们都帮它删除啊，因为之前也说过留太多也占我们的网站内存，增加速度我们都不要，这样的话可以加快我们网站的访问速度啊，让我们的网站更轻便一点。好了，这些全部算完了啊，现在只留下这个主题了。我们现在打开我们的首页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现在看到的首页什么都没有，一片空白，是不是？没有关系啊，我们继续来操作。接下来我们需要安装一个可以帮你节省大量时间，并且你的网站看起来非常专业的一个插件。那这个插件的话，可以让你导入几乎任何设计，作为你网站的一个起点，然后你可以随意进行编辑。那要做到这一点的话，我们接下来需要安装一个比较有用的插件。我们回到后台，点击插件，安装新插件。在这个上面，那我们要安装的插件是什么？是 Standard。那这个插件呢，可以让你导入几乎任何的设计啊。那你可以看到这个模板的话，它是5颗星。4.9 的一个好评，超过100万的网站哦。那我们就点个立即安装。那我们帮刚才安装好的这个启用一下。那启用以后，它会跳到这个页面。这个时候它就会问你，你选用哪种程序来构建网站？这个时候大家要点一下这个右上角这里，我们要选择第2个 Elementor 来构建我们的网站。那我们选择 Elementor 来构建我们的网站的话，它是一个非常流行的构建网站哦。有了这个插件的话，你可以轻松拖动你的任何想要的按钮，你就可以来布局你的整个网站，你就不需要懂代码。所以说这个用起来非常的方便。来到这个 Elementor 页面的话，它提供了很多模板哦，那有些是付费的哦，有些是免费的。像右上角这种防底黑字的，它就是高级版，这个就是它需要付费的啊。不过的话，我们这里就用免费的就已经足够了啊。在这里像这种的话，标准的，你找一个你自己喜欢的模板，点击一下它，你就可以预览。你可以预览一下这个模板的大概样式，你看看做出来的网站的话大概长什么样子。你需要记住，你可以混合使用不同模板的一个页面。那如果说你喜欢的一个模板某一个页面跟另外一个模板的其他页面混合用，后面我们都是会慢慢一步一步来的啊。怎么样进行一个混合使用教程？那如果说你不喜欢当前的模板，你可以点这个叉叉退掉就 OK 了。在这上面的话，一些分类的，比如说商业的，对吧？很多的啊，
机构、餐厅、建设，或者选择你自己在哪个领域的就 OK。还有本地业务、电工、管子工什么的，个人护理的呀、沙龙美啊、健康啊、专业人士，类型很多啊，个人网站，对吧？音乐作者、社区机构，有幼儿园、学校、大学、电子商务、网上商店、博客、博主、美食博客还是旅游博主，对吧？你都是可以去选择自己喜欢的啊。好，今天我就跟大家介绍到这里啊。安装的这3个插件非常重要，也就是后面我们设计好一个网站必须用到的几个插件，小伙伴们可以跟着能够一步一步先把插件安装好，后期视频我们一起来操作啊。好，本期的视频强哥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主要是跟大家讲了2大方面啊，一个是网站的备份，第二个是安装几个重要的插件。如果本期视频对小伙伴们有所帮助，请你们撑出发财的小手，点点订阅，这样我们才不会错过下个视频的更新啊。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